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你敢信吗？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几天，习近平亲手打出了一张王牌，结果牌还没出完就翻车了。北京宣布稀土出口管制，想要威胁美国，逼川普让步，没想到川普直接回击，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。更狠的是，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罕见同框开炮，公开怒轰中共对全球进行经济胁迫，并点名中共不但封稀土，还拿俄罗斯的石油在养战争机器，根本是世界和平的假面骗局。这下北京彻底丢脸。美国总统川普10月15号直言，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，关税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重要工具。美国财长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怒轰中共，企图用稀土对全球进行经济胁迫。中共口口声声宣称出口管制是为了世界和平，中共自己却长期充当俄罗斯侵略者的帮凶，购买俄国石油。因此，中共的稀土管制完全是与世界对抗。中共最新的稀土管制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，竟然要全球所有商品，只要包含中国生产的稀土，使用了中国稀土技术，都要得到中共的出口许可。这让马来西亚、巴基斯坦等稀土蕴藏丰富的国家也躺着中枪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拿出美中经过4轮磋商所达成的共识，双方白纸黑字写明，在关税休兵期间，中共要继续维持稀土供应。然而，不断有美国企业向川普政府投诉，中国的稀土与磁铁已停止供应。中共当局更祭出超严格的出口管制，这是有意公然撕毁协议的表现。格里尔怒斥，这个做法不是对等报复，而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经济胁迫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却说，中共此举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，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，一副恬不知耻的流氓无赖嘴脸。中共世界和平的说辞立即遭到无情打脸。贝森特指出，中共声称这些管制出口的稀土用于军事材料，他们希望维护世界和平。那中国购买了俄罗斯 66% 的能源，购买了伊朗 90% 的能源，那么是谁在为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器提供燃料呢？贝森特表示，美方正考虑延长对中国商品开征高关税的暂停期限，以交换中共撤回稀土管制。贝森特说，是否可能拉长一些来换取推迟，也许吧，但这一切都将在未来数周谈判。但这样的讯号是脱钩的迹象，我们认为北京不希望脱钩。再说一遍，我们不想脱钩，我们应该共同努力，尽快降低风险，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贝森特宣布，美国正努力重振5个至7个战略产业，包括造船和稀土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代表美国将同时在关税停火与供应链内建2条线上并行，一方面透过临时性的关税休战，换取中国延后落地稀土限制，延缓短期制造与物价压力；另一方面加速补齐国内产能缺口，如商船与军用舰船造修、稀土与磁铁链条、半导体关键设备与材料、先进制造零组件与关键矿产加工等，借由投资、采购与法规工具，提升在地供应韧性，降低单一地区风险。他提到，美国在对华谈判仍握有多重杠杆，包括半导体、飞机发动机与关键矿产等上游供给。面对非市场经济体，需以产业政策组合拳维持竞争力。其言下之意是以供应链核心技术与资源作为谈判支点，争取更有利的协议空间。在具体安排上，贝森特将在川习会前先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
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两国领导人对话铺路，若能就稀土与关税取得框架共识，可望为后续议题建立可监督、可回滚的执行机制，降低政策反复对市场情绪的二次冲击。中共自以为稀土是一张王牌，可以让川普在贸易谈判中退让，实际效果恰恰相反。这不仅促使美国将供应链独立看成一项国家使命，也让美国和盟友携起手来，共同应对中共的胁迫。贝森特在宣布供应链内建的同时，还向盟友呼吁，这应该向我们的盟友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，我们必须合作，而且我们一定会合作，我们不会让北京的一群官僚企图控制全世界的生产链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正在华盛顿特区举行，中共的最新稀土管制成为主要议题。贝森特10月15号表示，川普政府正在与美国的盟友，包括欧盟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印度和亚洲民主国家进行磋商，对中共做出一个全面的回应。欧盟贸易专员公开指责北京将对稀土的控制武器化，并敦促欧盟与七国集团统一行动，反对这些限制措施。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呼吁七国集团团结起来应对中共。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也表态说，七国集团可能采取联合应对措施。澳大利亚总理将于下周访美，希望就关键矿产供应链达成协议。现在各国都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稀土来源的依赖。格里尔表示，美国接下来会加大国内的稀土生产，包括政府给私企注资，并尽可能多地将磁铁生产转移回国内。中国掌控全球约 70% 的稀土开采量， 90% 的稀土精炼产能。然而，分析师卡瓦贾认为，稀土是北京的王牌，除了稀土，没有其他东西能让美国退让。所以，各国政府一旦开始寻求在关键矿产之外实现多元化供应，中共手中的稀土王牌就会作废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利西亚·加西亚·艾雷罗说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中共将成为最大的输家。中共的毫不讲理给世界带来痛苦，却不知道报应来得如此之快。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寻找稀土供应的多元化，把中共抛到一边。彭博社报道认为，无论是中共的误判还是投机取巧，这场正在形成的牌局都标志着中共在世界舞台上遭遇挫折。几周前，中共还邀请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外国领导人访华，企图传递信号，对于那些跟川普陷入外交磨合的国家来说，北京可以成为另一个合作伙伴。然而，中共玩的有些用力过猛，让那些开始疏远美国的国家开始向川普靠拢。中共与世界脱钩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。贝森特说，如果北京想成为世界不可靠的伙伴，那么世界就必须脱钩。欧盟贸易专员已与美国商务部长就稀土议题展开会谈，G7财长10月15号也开会讨论，要加强稀土供应的多元化，包括推进更多稀土开采精炼合作计划。欧盟官员直言，中共此前已经开展的稀土相关措施，已经迫使部分欧盟企业停产，造成实质经济伤害。中共祭出稀土这张最后的底牌，可能是想在军事上牵制美国，因为美国军力太强大了，尤其是空中优势，中共无法企及。美国新闻周刊14号报道，根据世界现代军机名录排名，美国空军的空战力量稳居第一，但亚洲的空中力量版图正被改写，印度已超越长期被视为主要空中强国的中国，拥有全球第6强的空战力量。空战力量是全球军事战略中的决定性因素。美国空军拥有战略轰炸机、多用途战机部队，以及庞大的运输机、加油机与特种任务机群。紧追其后的是美国海军，
而第3名则是俄罗斯空军。也就是说，美国海军的空战实力比俄罗斯空军还强，而第4名和第5名也被美国自家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包办。世界现代军机名录的排名涵盖全球103个国家，追踪了超过 4.8 万架军机，并套用一种公式得出 Travel Rating。 该公式不仅基于各国每个军种的整体军力，也根据其现代化程度、后勤支援、攻防能力，甚至还有当地航空工业能力、机种配置均衡性等多项指标所计算出来。因为空战力量的评估绝不能仅止于飞机数量，而是要综合其装备品质与组合结构的平衡。印度空军以 69.4 的 TVR 排名第6，若只看空军此军种，印度空军则为全球第3。印度空军现有1716架飞机，整体组合相当均衡，战斗机占 31.6%， 直升机 29%， 教练机 21.8%。 印度空军在5月的辛多尔行动中展现其作战实力，对巴基斯坦及其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一系列精准打击，反映出其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空中优势。中共空军以 63.8 的 TVR 排名第7，虽然北京持续在技术研发与机队现代化投入巨额资金，但在训练水平、近距离支援能力与专用轰炸机部队等方面的缺乏，拉低了整体排名。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显示，空战实力的关键不只在于机队规模，更取决于作战准备程度与战略运用能力。日本航空自卫队、以色列空军、法国航空与太空军则分别占据其余席次。台湾空军以 33.0 的 TVR 排名第32，台湾陆军的空战力量则以 6.7 的 TVR 排名第101。中共在4中全会前突然抛出惹起世界公愤的稀土管制，并非巧合，很可能是中共内斗激烈的反应。中共党魁习近平掌握的商务部挑起事端，中共官媒一片叫好，说这是对付美国的终极武器，致命一击。殊不知，反让原先与美国有些疏远的盟友重新回到川普的天空之下，联手打造自己的稀土供应链。因为稀土并不是什么稀有之物，精炼技术也是西方早已掌握的东西，中共这一手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此外，这很可能是反习派一个政治设计，让全世界都痛恨习近平，正好把习放到架上烤，成为世界公敌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